欢迎来到由千禧之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谁是挑战王》，我是主持人撒贝宁。今天有一位特别的挑战者要来到现场，去挑战一项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朋友们，我们现在是来到了美丽的千岛湖，这里是进贤湾国际度假区的马术公园。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进行的是马背上的宿舍。Kassai Lajos vagyok, 55 éves, és Magyarországról jöttem. 卡塞原本是一名弓箭制作师，对骑射这项运动的热爱使他成为了一名专业的骑射手。卡塞使用的是古代射箭法，他有自己特别的握箭方式，可以让他单手握住14支箭，这也是目前单手持箭的极限数量。这里是进贤湾国际度假区的马术公园，马上卡塞就要挑战马背上的宿舍。卡塞必须要在22秒之内，在疾驰的马背上射出14支箭，并且全部命中由助手抛出的直径为35厘米的飞靶，挑战极为成功。卡塞是个神射手，箭箭中靶，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是准备了一个玻璃挡板。我在这玻璃挡板之后，和您共同见证他的挑战。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天上飘着零星的小雨，会对他有影响吗？从射出第一支箭开始计时，一直到射中最后一支箭为止，只能是在22秒以内才能算成功。好，现在马已经跑起来了。1、2、3、4、5。6、7、8。脱手了，太可惜了。第一次挑战失败。22秒14箭意味着卡塞完成每一次射箭只有1.5秒的时间。而马匹奔跑的过程当中，只有腾空的瞬间才相对平稳，所以卡塞也只有这0.几秒的发射机会。下雨会导致弓箭湿滑，看来对他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好，卡塞开始准备他的第2次挑战了，这次能否成功呢？第2次挑战开始。1、2、3、4、5、6、7、8，现在进行得很顺利。9、10、11、12、13。最后一箭，成功！21秒62，21秒62，看到了吗？挑战不可能21秒62，这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Erőt kívánok a kínaiaknak, hogy gyakoroljanak és döntsék meg. 卡塞精湛的骑射技术让现场观众折服，而他对骑射这项运动的热爱和传承传统技艺的精神，让全场为之感动。接下来，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千禧之星珠宝将邀请您和我一起共同关注由长安福特锐界独家冠名播出的《挑战不可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飞机要坐在10平方米的一个皮卡车的平台上。综合频道本周日晚8点档，挑战不可能，让生命绽放奇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们这场挑战难度很大，900多米的一条跑道，飞机要坐在10平方米的一个皮卡车的平台上，这个不可能是很不可能。哇，有戏了，有戏了！我现在下一点，再下一点，一定能够成功。真的太神奇哇！别人叫他词人，真能粘上去，你很难用语言形容，神奇。是不是不可能？既然是不可能，那就是需要挑战。你看他流那个汗的滴的那个汗水的时候，这样他那个消耗体力很多。这个真的蛮难的，太难了。天太高了。他说能够看到远处船上丈夫的动作和能够看到岸上，这是什么回事呢？挑战不可能，让生命绽放奇迹。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平凡生命，极致绽放。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为您奉献的大型励志挑战节目《挑战不可能》，我是主持人撒贝宁。今晚我们将再一次突破各位的想象空间，我们邀请各位和我们的3位评委一起来见证。锐意前行，皆由我定。挑战不可能由全方位领先7座 SUV 长安福特锐界独家冠名播出。激荡脑力，激发潜能。挑战不可能由核桃乳领导者6个核桃独家特约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随时可以登录新浪微博，使用雷达扫描参与挑战不可能话题互动。同时，您还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发现，进入摇一摇功能，选择电视，摇手机参与互动，赢取由史丹利第4元素复合肥独家赞助的奖品和现金红包。第4元素复合肥，为挑战者加油！千禧之星珠宝邀请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精彩内容。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挑战项目，它是需要人和人之间默契的配合来共同完成的。但是接下来这个项目同样需要默契的配合，但它不是在人和人之间，而是在人和我们亲密的小伙伴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小伙伴？有请挑战者出场。哇！太酷了！真棒！你真棒！你这哎，咋咬人呢？咋的？撒料，他会嗑瓜子，你们知道吗？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儿来？你来挑战什么项目？这是我们今天的挑战者之一。当然我说了，因为我们的挑战项目啊，是需要人和他的小伙伴共同来合作默契完成。他嗑瓜子嗑得真开心呐，所以我们还要请上这个他的小主人，好吧？来，掌声有请小主人上场。你看，他只认瓜子，哎，哪儿有瓜子，他跟谁好？你看，他已经不听你的命令了。你这样，你先让他吃会儿瓜子，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大家好，我叫郑雨欣，来自山西太原。这是你的小伙伴，他平时听话吗？听话。我怎么觉得他今天有点不听话呢？他今年多大了1岁。鹦鹉一般能活多少岁啊？60多年。他都长这么大了，那他要到60岁，他不得？他能长到1米。跟我一样高啊！你跟这个鹦鹉在一起多久了？1年多。1年，是你训练它吗？
是。你背后有人教你，或者给你提供技术支持吗？是爸爸，爸爸是鹦鹉园的技术员。你告诉大家，你的这个小伙伴，他要他要触摸你，他要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挑战项目是什么？在看不见我的情况下，他要从20米高的地方上飞回来找我。就是鹦鹉识途，鹦鹉识途。我们今天的挑战非常的严苛，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挑战规则：鹦鹉将在看不见的情况下被送至距离演播厅350米、高34米的塔顶。在听到挑战者发出口令后，鹦鹉需要在5分钟之内通过挑战者的哨声指引飞入演播厅，最终落在挑战者的手臂上，即为挑战成功。一共有2次挑战机会。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下，鹦鹉能够挑战成功吗？好了好了，我们看到了，你们已经到达塔顶。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由现场的挑战者来发出口令，你就可以放飞鹦鹉了，明白吗？好的，我们这边知道了。现在我宣布挑战开始。5、4、3、2、1，放飞，放飞。肺活量真好。去哪儿了？哨声响起之后，鹦鹉迅速飞向演播厅的位置，但在演播厅上空盘旋1周之后，鹦鹉却消失了。外面的团队能够看到鹦鹉目前在哪儿吗？现在看不到，只能听到它的声音。能在演播厅的房顶上呢。我总觉得它随时可能出现。哎，看到了吗？没有没有，坐在上面，刚才那个地方。哇哇哇哇！他在找声音，他在找声音，没问题，继续吹。完了，他被玻璃隔住了。那口哨的声音很尖锐的，超过一般我们普通能听到的声音。也许鹦鹉能听到这个声音，能找回来。也许因为录音室里边有很多电子的设备，这个哨子的声音就有杂音在里边，他听不见了。他在听哦，你看他表情。但他不知道去哪里，可能。对，现在这鹦鹉啊，在观察形势。
鹦鹉就停留在距离挑战者20米的演播厅门外，挑战者郑雨欣也始终没有放弃吹哨。5分钟过去了，鹦鹉依然不为所动。先别吹了，把孩子再累着。待会儿，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吗？也有时候有，几率很少。来，掌声我们请回我们的挑战者。确实，最后这么10几米的距离，但是没关系，瓜子还是有的。但是我要遗憾的宣布，第一次挑战根据规则挑战失败。他不吃了。真的吗？他把所有的他把我的瓜子叼过去就扔了。他自己也知道失败了，是吗？你看，真的他不吃了。哦，你看不吃了，不吃了，叼过去以后就扔掉。你看他不吃了，不高兴了，很失落感。规则不是我制定的，如果是我制定的，我就把它改成只要鹦鹉能听着哨声落回到我们演播室门口的玻璃板上，就算挑战成功。但是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的规则是有2次机会，我们将按照刚才的程序再来一遍，我们相信他一定能成功，好吗？好。面对小主人的信任和大家的期待，鹦鹉能否调整好状态，成功完成任务呢？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挑战开始。5、4、3、2、1，放飞，放飞。像期待着凯旋的英雄一样，呜！我宣布挑战成功！你这样，挑战成功了，我会在荣誉殿堂等着你和这只可爱的小鹦鹉。祝你们好运，加油！加油！雨欣小妹妹你好。你好。你是怎么发现他会这样子有这种功力的？每天我和他培养感情，首先他才会跟我做各种各样这种游戏。捉迷藏。对。你这把哨子是特殊的哨子吗？不是，是普通的。就普通的哨子。对。那如果换一个人，比如说我要在这儿吹，我也能把他吸引回来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之间没有感情。我很羡慕你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一段时光，可以和你喜欢的动物在一起。但是我始终认为，也许有可以鼓舞我们的精神、激励我们意志的一种表演，可能才可以真正踏入荣誉殿堂。抱歉，不能。呀，我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带鹦鹉去表演赚钱？没有。OK， 雨欣，你回答了，我非常满意。我的决定是，能。谢谢。我的决定是能。
能。谢谢。我们有请郑雨欣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从鹦鹉出生开始，郑雨欣就和他朝夕相处。他们用信任与爱，成功地挑战了不可能。愿小雨欣与鹦鹉共同成长，恭喜他们进入荣誉殿堂。在接下来介绍这个挑战项目之前，我要做一个动作，我看看观众朋友们能不能认出来这个动作。这样，什么动作？走你。哎，走你。就航空母舰上面，一般这个指挥员指挥飞机起降，这是一个标准的动作。最难的还不是做这个动作，而是真正在航空母舰上起降飞机。今天我们的挑战项目同样跟这个类似，挑战是在外场完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锐意前行，戒由我定，挑战不可能。各位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大连市的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我们今天将在这里挑战一个不可能的项目——飞机落皮卡。我来自北京飞行家航空俱乐部刘国立。我是皮卡驾驶员陈静。挑战规则呢是这样的：总长900米的跑道，飞机呢将以不低于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飞行，并且降落在行驶中的皮卡车后面这个2米乘5米的平台之上。在有限的跑道内呢，挑战者必须完成一个追逐、同步、飞机降落直到减速停车的全过程。那他们一共只有2次挑战机会。听上去这绝对是一项不可能的挑战。好，飞机已经准备从大连金石滩的跑道上起飞了。现在我们的消防和医护人员也已经全部准备就绪，时刻守护着挑战者。挑战马上开始。我已经飞了15个年头，但是对于这个挑战，我真的没有一点把握。如果不是陈大哥一直支持我，我可能真的不敢去挑战。这个挑战真的是不可能，但是他想要挑战，我就必须支持他。这个车必须由我来开，谁让我们是兄弟呢？这项挑战呀的难度主要在于挑战者对飞机和皮卡的速度和方向都要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把握。对于2位选手的默契度来说，也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好，我们现在已经看见飞机了，皮卡已经启动了。现在飞机呢，必须要尽快的追上皮卡车。我们知道，整条跑道虽然有900米长，但是除去皮卡的加速和刹车的距离外呢，其实可以降落的跑道也只有300米长。对于这架时速不低于80公里的飞机来说，也仅仅只有13秒左右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和降落。哎，他们的配合好像出了一些问题，飞机现在一直追不上皮卡呀。我在车上其实是看不到飞机，所以我不知道飞机是个什么状态。皮卡可以再稍微慢一点，减点速度。好的，已经非常接近了，飞机可以再快一点。现在他们需要尽快的把速度调整到等速，并且调整好双方的相对位置，这样才可以完成后面的降落动作。快，加油啊！快点调整，不然很快跑道就会到头的。好的，非常好。现在他们的状态都不错，飞机和皮卡已经基本上等速了，保持住。他们前面的追逐和调整实在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所以现在留给他们的跑道已经不太多了。现在飞机的状态非常的好，好的，是不是可以开始降了呢？哦，飞机降了，飞机开始降了。
怎么回事？飞机怎么突然偏了？哎呀，其实飞机已经调整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了，但是在降落的时候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实在是太遗憾了。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就差那么一点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什么问题没敢下来？从这侧有那个侧风，把我吹到那个左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再研究一下调整的方案，让我们期待最后一次挑战。第一次挑战的失败，巨大的心理压力，跑道太短，侧风，互相又看不到对方，种种不利因素影响着2位挑战者。最后一次挑战机会，他们能力挽狂澜吗？我觉得我们这个项目真是不可能。既然是不可能，那就是需要挑战。我们有这个信心完成这个挑战项目。现在飞机正在金石滩的上空盘旋，等待飞机调整好之后呢，我们最后一次挑战马上开始。好的，我们看到这次他们的状态非常好，飞机很快就追上了皮卡。看来他们只要调整好他们的位置，马上就可以尝试降落一次了。我们这个皮卡车啊，背后这个平台只有2米乘5米，也就是差不多比这个飞机轮子之间的距离多一点点而已。所以在降落过程中，只要飞机偏出一点点，这个挑战就很可能失败。飞机是不是要往下降落了？哎呀，就差一点啊！刚才飞机的轮子已经接触到皮卡平台了，太可惜了。不过好像他们还没有放弃，前面的跑道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他们应该还能够再尝试一次。快点，快点，飞机快点调整！路已经马上就要到尽头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加油啊！现在飞机受到了侧风的影响，还是有点偏航，赶紧调整回来。哎呀，就差一点儿，也就是半米左右，实在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最后一次挑战也没能成功。其实，在最后的时刻，我们看到最后一遍就差一点点了。虽然我不愿意宣布，但是没办法，结果是挑战失败。虽然我挑战失败了，但是呢，我朋友大家为这付出，我非常的感谢他。我在一生当中，因为有这些朋友而自豪，而高兴。我谢谢你们大家。虽然我们挑战失败了，但是我们不会放弃，下次还要再来，挑战不可能。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考察的又是人类的一个基本能力的极限展现，那就是人的听觉分辨能力。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出场。你好，马同志。好。大家好，我叫李琦，今年32周岁，是一名视障者。我是一名来自北京的天津人，现在在北京工作。哦，你好。李琦，你是完全没有视力还是？有一点点光感，右眼有一点点光感。右眼一点，左眼是？左眼是完全看不到的。哦，是天生的吗？在17岁的时候，是因为一场病，然后用药引发的眼睛不好了。其实你要不说的话，你刚才在台口，我真的觉得就是和一般的挑战者是一样的。你是完全可以自己独立。现在在北京就是一个人独立生活。哦，真的。今天我们也已经说了，这个挑战的项目是和挑战者的超凡的听觉分辨能力有关的。
我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挑战项目的时候，我自己乐了半天。我说这个场面我很难想象。首先，我们先把挑战的所有的这些需要配合的助手请上来吧，好不好？好，来，起步，走。Hello， 很漂亮。6号上来先撒了泡尿，6号上来先撒了泡尿。在哪儿？6号，6号，你就说的就是你。6号在5号的门口撒了泡尿。15位嘉宾，你们走了，都拴住了吧？都控制住了啊！好，谁再敢撒尿，撒一个我试试看。我就姓撒，我告诉你。我感觉我们生活在秘密的丛林里。15只哈士奇，不能提这3个字，不能提哈士奇3个字，哈士奇。哎，15只哈士奇，稍后呢，我们将会完全无法控制，这怎么办？挑战开始吧。本次挑战，评委将从15只哈士奇中随机挑选1只作为目标狗。挑战者将蒙上眼睛，先记忆目标狗喝水的声音，然后再根据序号依次听完所有狗喝水。挑战者准确说出目标狗的序号，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机会。3位可以现在小声商量一下，好，然后选择1只狗狗的号码，用手势告诉我们。李琦，我们会把狗狗牵到你面前，让它在这个盆里喝水，但是你不能用手触摸狗狗。好了。好，我们现在将目标狗牵到台上。好，它已经开始喝了。怎么可能会只在一个狗狗喝水的声音里面完全分辨出它们？我觉得不可想象。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吗？李琦已经分辨清楚它喝水的特点了。接下来，我们将从1号开始，挨个的让每只狗喝水。李琦要雕出目标狗。啊，等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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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李博士要求从15号开始反向顺序喝水，是为了避免目标狗太快去喝水，同时也给挑战增加了难度。来，15号，上来，在最上面。哎，对，好，开始。今天的挑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挑战。现场15条狗的这个叫声的噪音是非常的大，周围环境对狗的影响都是我要面临的困难。好了，可以走了。可以了。可以走了。哎。哎。乖，真乖。来。好，好，给你。那个你先拴着它一点。来，你牵着。
给他弄过来。现在是14号。来，宝贝儿，来，这儿，走，这个，看看。好，因为现场出现了特殊情况，14号弃权了，我们把14号略掉。现在我们有请13号上台喝水，来这边，宝贝儿，好，上去，准备好，开始。好，可以了，可以了，好，来12号，开始。15只狗在喝水的时候，会有深浅和频率的不同，而同一只狗因为口渴程度的变化，喝水的声音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挑战者需要异常灵敏的听觉辨别能力，才能找到不同狗的喝水特点，加以区分。好了，可以走了。好，7号，哎，开始喝。好。哎，乖啊！可以了，好。6号，我就发现一特点，就只要其中一只狗一开始喝，周围的就开始唱歌。好，可以了。好，谢谢6号。来，5号，来，5号，准备好了吗？开喝。那个狗狗都很吵，加上有一些狗是不喝水的，我们3个都在那边，还有我们命真好，挑到那只是很爱喝水的，表现好一点嘛，给它明确一点点特征，让它去分辨嘛。好，可以了。好，5号，谢谢。4号。由于现场狗的不可控性，挑战时间过去了1小时，15只狗还没有全部喝完一遍水。时间过得越久，李琦的记忆就越容易混淆。现场此起彼伏的狗叫声，更是给李琦的分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这1个小时的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在狗的喝水声音上面，脑子里面想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每一只狗喝水是什么特点，我一定要把它抓出来。好了，可以了。好了，1号也已经喝完。你还喝吗？你就差你一个也不合适啊。14号，我们再试试。这是一项挑战，你们是一个团队，必须全部协作完成。少你一个，这个挑战就规则就会有漏洞，明白吗？哎，好，现在看出来他还是有点哎。好了，这是14号。这狗有点。哎，有了，喝了。它的尾巴夹着别的尾巴就竖起来。说明他心情不太好。14号终于喝水了。你看，被你一吓唬又不喝了。还需要他再来2口？哦，不需要，不需要了。好，15只狗狗全部都喝完了。你有没有特别想重点再辨认一下的？今天狗的状态整体都比较低迷，也就是说特征不是特别明显。主持人，我需要就是依次把4、5、6、7、4只狗依次再牵上来。4只。挑战者再次提出要听声的4只狗中，正好包含了目标狗。从15只狗的范围缩小到4只，李琦离成功更近了一步。好了，可以了，可以了，谢谢。主持人，我有答案了。主持人，我有答案了。
你要注意啊，我们只给挑战者2次说答案的机会。你如果2次都没能说对，挑战即为失败。好，可以了。可以了吗？来，请起立。请告诉我们，你听到的目标狗是几号？我听到的目标狗是6号，6号，6号。啊。现场的安静，你知道代表了什么吗？错了，代表了你第1次机会错失了。当主持人宣布错了，第一反应，完了，到底是哪只狗？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有几只狗和它的这个特点是比较相似的，再加上有几只狗不喝水，判断是压力是比较大的。稍等，没关系，你还有1次机会，你还需要再听吗？好，我再确认一下。好，来，没关系，因为这个确实现场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没想到15只狗在一起会如此的嘈杂。你需要确认几号？1到15号我要重新听一次。1到15号我要重新听一次。啊，从1号到15号，每一只都要再听一次，没问题。其实他第1次的已经重听的时候是4、5、6、7，其实他的那个目标狗已经在里面，我知道他已经混淆了。来，喝水。好，1号开始。今天的挑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挑战，我的心要更加的集中，要更加的平静，不能受外界干扰。再仔细听一遍，一定会找到它们的区别的。我就特别为李琦感到着急，特别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他要重新再听其他的一些他的目标锁定的狗，所以我觉得这个难度真的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李琦依次把15只狗喝水的声音再听了一遍，但是经过了第1轮的喝水，狗口渴的程度改变了，再次喝水时的状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更是增加了挑战的难度。李琦还能挑战成功吗？15号。好，可以了。好，谢谢15号。好了，15只狗狗圆满完成任务，又都喝了一遍。主持人，我需要最后听1次目标狗，最后听1次目标狗。重新听1次目标狗。好。由于狗喝水的不可控，让挑战的过程进行了很长时间。李琦对目标狗喝水声音的记忆有些模糊了，要求再听1次。为了避免李琦从目标狗出来的方位上进行判断，撒贝宁特意转换了带狗出现的位置。好，准备开始。有几只狗的状态极不稳定，喝水的话都比较轻，相似度是极高的，判断是压力是比较大的。你可以再思考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好，主持人，我有答案了。来，好，最后1次机会。在刚才你听的这15只狗当中，目标狗是几号？我觉得是5号狗，5号狗，5号狗。哇！挑战成功！来，我们掌声感谢我们15只可爱的阿奇。谢谢你们，谢谢各位。我将在荣誉殿堂等着你，祝你好运。谢谢，谢谢，谢谢。李琦你好，
你好，我是华健。哎，华健大哥，你好。是。你什么时候发现你会分辨出狗喝水的声音是每一只都不一样的？我姥姥院子里面养了几只狗，大概有4、5只狗。眼睛失明之后，我会仔细听狗喝水的声音，包括它们吃东西的声音。哎，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有区别的。我可以根据它们的这个声音来觉得，哦，这只狗是老大，这只狗是老二。对。你刚才说你是生活在北京的天津人，对，一个人生活在北京。那你父母为什么没有陪着你？他们放心你一个人生活在这里吗？其实最开始我来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是很反对的。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倔强的人，我是觉得眼睛不好嘛，更应该去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你的这种情况，作为父母，他们肯定会格外的牵挂你的情况。我们会打电话的，经常打电话。经常打电话，让父母放心。你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人啊？我爸爸妈妈其实就是特别朴实的人，普通的工人。然后为了我生活能好一点吧，然后他们已经退休了，其实还是在努力的工作。而且在我眼睛不好之后的话，他们其实没有放弃，他们也会到处去帮我打听，治疗眼睛的一些方法，一直没有放弃帮我去治疗眼睛。其实对。刚才你知道吗？因为你的这个挑战的过程非常的长，你知道你在专注的听每一条狗喝水的声音的时候，有2个人的眼睛就始终没有离开过你的身上。没有人告诉我他们是谁，可是我们3个评审不约而同的都猜到了，那是你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始终安静的站在那儿，1秒钟都没有把眼睛从你的身上离开过。你的爸爸和妈妈今天也来到了现场，我们用掌声也把他们请上台来吧。姐。你是一个好孩子，爸祖还对不住你。大齐，你最棒的。大齐，你不要忘记了啊，爸妈是爱你的啊。伯父伯母，你们好。我刚才听到好像李琦的爸爸刚上来的说了一句话，说爸爸对不住你，你是这么说的吗？对，有时候呢，我没想到他会到今天家。有时候呢也埋怨过他。埋怨他？为什么要埋怨他？因为呢，我不相信他有那么大能力。他眼睛看不见，出去远外呢，作为我们的家长呢，很不放心。是的。北京有一年4号线抛水，记得吗？有一回，哎呀，那天呢，我是无意中在电视中央1看到了这消息，哎呦，我赶紧给李琦打电话，我说李琦，你现在在哪了？已经7、8点了，我感觉他已经到家了，就是，可是一打电话呢，他说我还在地铁外边，还没有坐地铁了。我说，哎呦，你还倒得了吗？他说的，妈放心吧，我会到家的。哎呀，我一看我也睡不了觉了。我说你到家之后，你赶紧给我来个电话。深夜12点钟了，我感觉怎么电话还没有到呢？鬼奇一直等到是快2点钟才到了家，给我打电话，我这块石头才终于放下去。所以呢，作为家长呢，就感觉有点舍不得叫他带北京，就说的你回到天津呢。就是不管怎么说呢，在父母跟前呢有照顾，有什么情况呢，就我们可以找到你。现在就是到北京到夜里了，我们怎么去呢？赶回来他给我来一句话，他说妈妈您放心，
我一定会像正常人一样，在北京扎下去、干下去，闯出事业来。哦。其实刚才你们还没有上来的时候，我想你们也一定听到了，李琦也对你们也是理解的，而且也是充满了感谢。他觉得你们一直都没有放弃去治疗他的任何一线的希望，都在努力，这一点他也一定会记在心里。那今天李琦的挑战项目本身难度就很大，这1个多小时的难度，和你这15年从17岁到今天走过来的这个难度相比，那根本不算什么。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在挑战人生的不可能，而你已经赢了。在这里要深深的祝福你。对于你今天的挑战，我的决定是能。好，我们有请李琦带着爸爸妈妈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李琦，前方路还长着呢，我想你会扛过去的。李琦，看好前面的光明世界，一直向前奔走，向前看。摇手机参与互动，赢取由史丹利第4元素复合肥独家赞助的奖品和现金红包。第4元素复合肥，为挑战者加油！千禧之星珠宝邀请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精彩内容。很多观众非常关注我们的每一个挑战项目，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更多的看到我们的参与挑战项目。华健老师参与了很多项目的挑战，包括脚印辨别人呢等等，但是大家都觉得难度不够大，因此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最完美的、最震撼的、最刺激、惊险和不可能的挑战尝试。好，上家伙。哇！踩高跷。今天我要挑战的这个项目，那就是踩高跷过木桥。是踩高跷过木桥。掌声呢？这个时候电视镜头是要播出的。当我说到踩高跷过木桥的时候，你们要是那种哇，接下来我需要走过这个木桥，挑战就算成功。来，掌声！来，哎，好认真。来，哎。别！他在示范各种不同的摔法，感觉了一下，别说过桥了，你就是平时在平地上晃悠几步都很难。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挑战者，他将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挑战项目，实际上是人体平衡控制能力的一次极限的展示，一次极限的展示。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好，欢迎你来到挑战不可能。你自我介绍，快！大家好，我叫杨树，来自河南新乡，今年22岁。你好。你要给大家挑战的项目是踩着我这样的小高跷过独木桥吗？不是，你这个高跷太简单了，太简单了。你能给我点面子吗？好歹我也坚持了这么半天了。你挑战的是高跷啊，还是？我挑战的是晃梯。晃梯，
来，眼见为实，上道具。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梯子有6米。挑战规则：选手要登上梯子，通过2条间隔45厘米、宽20厘米、长8米的木桥，并最终从梯子上安全下来，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将有2次尝试的机会。你本身是学杂耍的吗？对，我本身是学晃梯这个项目的。你是一个专业的杂技演员吗？对，我平时表演的是3.5米的，已经是国内最高了。第一次上6米，对我来说也是挑战。就是不，你说第一次上6米是正式表演，就是正式挑战是第一次上6米。平时训练的时候也应该上去过吧？平时也没有。就今天完全是真的。第一次上6米。掌声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区域。6米的梯子重量那么重，你不要说晃梯来过独木桥，你要我扛着它2分钟，我都已经没命了。你可以先找一找感觉。准备好了以后点头示意我们就可以挑战开始。好，挑战开始。心里也紧张，因为6米高，也是第一次挑战，心理压力也挺大的。6米的铝制长梯净重40斤，挑战者不仅要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晃动梯子前行，还要在晃动的过程中保持梯子平衡，从狭窄的木桥上通过。面对陌生的高度和重量，第一次尝试6米晃梯的杨树能否挑战成功呢？开始了。我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它的2个梯子的踢脚大概距离这个木桥的内侧边缘不超过2公分。过半了。挑战者刚过了一半的木桥，就已经汗流浃背了。6米高的长梯，40斤的重量，这不仅是在挑战平衡能力，对他的体能也是极大的考验。杨树能够完成这次挑战吗？我发现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就是在寻找平衡的时候，绝对不吝啬时间。他可以慢慢的找，但是一旦他找到平衡点，他会加紧往前咚咚咚走几步。哦，哦，哦，
在上面往下看会非常的困难。6米高的梯子实在太高了，根本就看不到偏差。6米这个高度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第一次失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没关系，平静，我们掌声送给挑战者。之前我跟我们的挑战者交流过，我说你挑战这个项目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最大的感受就是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感受。6米高的梯子上面的时候，你是看不见自己下面的脚下的这个梯子的腿儿在哪儿，因为他要保持平衡的话，他只能看到自己的脚尖儿。这个梯子的腿儿实际上是在他后边，他根本就看不到梯子的腿儿落在什么位置。因此你完全要凭借感觉去摸索着过河。对，这太难了。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开始。第一次的挑战是杨树首次登上6米的长梯，第2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他能否吸取经验，挑战成功呢？准备好了，随时告诉我们，不着急。他第一次失败了，他体力上受到了很多的消耗。第2次，他继续没有放弃。好，好，第2轮挑战开始。由于在之前杨树消耗了大量体能，因此在登梯过程中很难保持平衡，梯子的晃动也更加剧烈。第2次挑战变得愈加艰难，他能够挑战成功吗？看他流那个汗的，滴的那个汗水的时候呢，这样他那个消耗体力很多很多的，所以他失败以后再来的时候，真的很担心他。好的，很快就要。挑战者再次到达曾经失败的位置，这一次他能够顺利通过并挑战成功吗？好，好，现在他需要再调整一下平衡。
他已经过了桥了。现在他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然后从梯子上安全的下来，才算挑战成功。现在我在下面可以看到他的汗像下雨一样的滴在这个桥墩上。哦，哦。实在太开心了，因为没有想到会通过吧。太不容易了，我的天！接下来我会去荣誉殿堂等着你，祝你好运，加油！加油！这是你平时一直穿的演出的服装吗？这是一个什么？马里奥，游戏当中的一个人物的一个服装。对，穿这个服装是有原因的。我想为我老婆肚子里面3个月大的孩子做一个榜样，也希望他能够看到我今天的表演，为我感到骄傲。这外国的马戏团有没有这个走换梯的？外国人也有。也有。对。国外的选手挑战的晃梯的最高的高度是多少？我见过的是5米，所以我就想在这儿挑战一下外国人。我看你每一滴汗再滴下来，你的毅力更代表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我给你难。谢谢老师。晃梯这个节目很少了，现在已经中国已经没几个人学了。我想把这个给传承下去。掌声有请挑战者登场。欢迎2位。请2位自我介绍一下。자, 선배 찬호. 몽골도 두암길돈 숨에 말씀 받들었던. 你好，我们就称呼他为巴特。在第1期节目播出之后，我们收到了这位巴特先生发来的挑战申请，而他要挑战的就是曾在节目中播出的肯尼亚马赛族人千里眼丹尼尔兄弟。接到挑战申请后，节目组立刻前往蒙古共和国，对巴特先生进行测试。一开始，我们就把巴特先生的测试定在了15米这个惊人的距离上，因为丹尼尔兄弟创造的最高纪录就是15米的成绩，相当于6.0的视力。只有达到了这一标准，巴特先生才能通过我们的考验。巴特先生顺利通过了我们的考验。但是在测试的过程中，我们却捕捉到了一个惊人的细节：坐在巴特先生身后，并且距离更远的妻子，下意识地指出了全部答案。这个意外的发现，让我们对夫妻2人的视力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此时，节目组临时决定让巴特先生的妻子也参加测试。如果他也可以通过测试，我们将带领他们夫妻一同前往北京。
最终，2个人都通过了我们的测试。这对来自草原的鹰眼侠侣，能否在北京继续他们的千里眼传奇呢？ 乌里吉马，您原来就是高手背后的高手。你看他们之间的通讯，隔着10几公里都不用什么电话呀，什么无线电不用，就打个手势就行。就是回家，然后那边问晚上吃什么，羊排，你来几个？然后这边2块。你是不是从来不看电视？ 우쭈 자那个허유를 자 그런 자기도 哦，那也很正常啊。你是不是从来不用手机？막았다 막아. 他肯定不刷微信。他们没有 WeChat。没有，应该没有。 메시지 보죠. 他们用。你自拍吗？自拍。 好那。也自拍。所以，关于视力为什么这么好，稍后你们再来探究吧。我只想告诉你们，他们的视力真的是超长。所以我们究竟给他们设计的终极挑战是什么呢？这个挑战，因为受到演播室距离的障碍，我们没有办法在室内完成。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特别适合他们视力发挥的地方，请看大屏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挑战嘉宾小红鱼，我都觉得自己太可爱了。各位好，我是依依。 穿成这样是为了配合我们今天的挑战者，从蒙古远道而来的巴特夫妇。据说他们现在已经在距离我分别是1公里和2公里的地方，但是我真的想问一句，他们真的有来吗？今天的挑战将在蔚蓝的海面上展开，岸边的挑战嘉宾依依将做出各种传统的武术动作。 这些动作将被距离岸边1000米外的巴特先生做出模仿，并展示给同样距离他1000米外的妻子乌力吉玛。最终，乌力吉玛要判断出巴特先生的动作，并找到与之相应的旗帜，即为通过。他们夫妻2人双剑合璧，能否挑战成功呢？ 一般都说千里眼是否还要带上顺风耳呢？开始啦！希望他们能听见吧。第一个动作，小红鱼变成了小红山。嗨！从我这个感觉哈。 看1公里之外的那个船，它就是一个白点儿，更别说那船上还有她老公了，就更不要讲那岸上还有一个依依了，那完全是看不到啊！挑战开始了，站在第1艘船上的巴特先生将进行第1次判断。嗨，我招招手，你说他们会不会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呢？因为有这个晃动的感觉。 他现在要把这个动作模仿给距离他1000米外的妻子，在摇晃的船上，他能准确地做出这个动作吗？咱们看一下巴特大哥做的是什么动作吧，您找出相应的旗子来。
啊对，啊对，恭喜你答对了，耶！他们居然完成了，我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个时间点，其实海上还有一点薄薄的雾，那现在这个太阳是越来越刺眼了。然后我要开始做第二个动作。接下来，对于他们来说，人类目力的极限挑战才真正开始，有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等着你们。当当当当！小红鱼化身小青虫，没有想到导演组居然准备了一套迷彩服。迷彩服依靠自身反射的光波和周围环境反射的光波高度相似，达到隐蔽和伪装的目的。这套专门在城市背景使用的迷彩装，让穿着者的轮廓和背景融为一体。在1000米外观察，依依几乎是消失在了滩涂之上。那这一次我们的鹰眼侠侣能够挑战成功吗？最后一个动作，白鹤亮翅。迷彩服让挑战的难度陡然增高，在摄像机中，依依的身影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几乎消失在背景之中。1000米外的巴特先生眼前一花，眼前的依依仿佛人间蒸发。我好像看到巴特了。哎，他在做我的动作。我好激动哦！突然觉得自己是虽然拿着望远镜，但好像也已经有了千里眼的神奇功能。面对如此不可思议的挑战，鹰眼夫妻能否通过考验呢？现在海面的情况比较特殊，已经起浪了。观察条件非常恶劣，咱们的乌力大姐必须要做出选择了。最后一次选择对于他们鹰眼侠侣来说非常的关键，如果成功就通过挑战，如果失败，那整个任务算是失败。最后一次机会了，看得清楚吗？这一面信誓旦旦地指向了这一面，但这一面的动作究竟是不是对的？小萨，快给我们公布结果吧。最后一面旗帜，他的妻子是否找的是正确的呢？来，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将这面旗拿上来。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挑战者来打开这面旗。来。白鹤亮翅。哦。这就是中国武术当中的一个传统招式——白鹤亮翅。就凭借着这个动作，我要高兴地为两位宣布，你们的终极挑战成功了！耶！白鹤亮翅，我教你们中文，这叫白鹤亮翅。摆好了，去。好。你们两个结婚多久了？25年之前，他多远看到他爱人呐？
可是他邻居可能是10公里以外啊，10公里以外还是需要视力啊。还是先看到。 Här har vi mitt recept, där man har yrkesvis. 所以我在想，如果在我们的年度盛会上，巴特夫妇遇到了丹尼尔兄弟，对，精彩的，那会怎么样呢？精彩的。我觉得就冲这一点，我都要让你过。能。我们有请巴特和乌里吉玛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巴特夫妇的这次挑战，再次刷新了我们对人类视力极限的认知。在惊叹人类无限潜能的同时，我们更期待着巴特夫妇与丹尼尔的终极对决。长安福特锐界 2.7T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超强动力，挑战不可能。本节目由长安福特锐界独家冠名播出。激荡脑力，激发潜能。本节目由核桃乳领导者6个核桃独家特约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欢迎您打开手机百度客户端，搜索挑战不可能，参与节目的互动。千禧之星珠宝邀请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精彩内容。接下来有这样一位挑战者，将用他极致的挑战告诉我们。 生活当中永远不缺少美，缺少的只是发现美的、具有观察力的、了不起的眼睛。掌声有请挑战者。欢迎来到挑战。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玉恒，来自北京。其实你一上来让我稍微有点失望，你知道吗？ 为什么？因为他们跟我形容说，这个人有着一双神一般的双眼。我想象中就是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结果上来以后，眼睛跟我也差不多大呀。可能心态不一样吧。哇！大师，大师，你是哪座山上的呀？他是真有点像住在山上，有点那种。 飘然欲仙的气质啊！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清华美院。中国有个成语叫“洞若观火”，但今天我们的这位选手把“洞若观火”这4个字做了全新的演绎和发挥，而且让人完全无法想象，完全无法想象。来，上。 道具，哇哦！哇！这是把哪个寺庙里的烛台都拿来了呀？现场共有200根点燃的蜡烛，评委们从中任选1根。挑战者观察后，将蜡烛放回原处。 然后，挑战者在180秒内找出评委们指定的蜡烛，即为挑战成功。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每一个个体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呀。对，它不是一个稳定状态。可能在这一秒，我们3个人选，比如随便打个比方，我们3个人选了27，这一秒它是这样的，然后给王玉恒看了之后。王玉恒看的是吧？ 放回去，到下1秒钟的时候，它就变了。所以你怎么来看？所以他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要看完。蜡烛要越快越好，你烧久了以后会变形，所以速度很重要。 180秒，200根蜡烛，1根蜡烛其实分不到1秒钟，这是完全不可能。来，掌声有请挑战者进入等待区。 请我们的挑战助理将眼罩给他戴上，请3位可以到台前选择。你这样会烫。
这个很好认啊，这个很好认啊，这个 S 型。哎，等等，华健说这只 S 型在这边。再换。哎，对不起，原来都有 S 型的。我们选好了。选好了吗？好的。好的，现在我们有请挑战助理把这个火苗送到观察者面前。请记住目前火苗的方向，包括稍后观察者观察的方向。摆回来的时候也要按照他观察的方向去摆放。挑战者现在可以开始观察火苗。观察的时间我们不做限定，直到他觉得完全听懂了这个火苗的语言之后。任何微观察都是同样的道理，形状、颜色、样子跟它的特征，在群体里边找特征。我觉得如果特征越多，反而干扰越多，就会成为一个相反的观察动向。行，可以了，行，可以了，可以了。这么快？可以了吗？可以了。哇！好的。4个字形容他，他是一个世外高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挑战者的眼睛蒙上。有请挑战助理将这根蜡烛放回原位。慢慢的啊，来确保这个方向。稍等，稍等。撒贝宁临时将原本评委挑选的59号蜡烛与61号蜡烛的位置兑换，杜绝了挑战者用其他方式判断蜡烛位置的可能性。王玉衡能完成这项不可能的挑战吗？好的，放回原处了。挑战者做好准备了吗？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按照我们的挑战规则，当他走到烛台前以后，我们开始计时，3分钟之内他必须找到，如果找错或者超时，挑战就算失败。接下来掌声有请挑战者归位。计时开始。他一出发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一路扫过去，一路扫过去。我刚才形容他什么的，这是买菜的。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秒了，王玉衡已经在看第2面烛台的蜡烛，他的速度非常的快。蜡烛是动态的，所以他一定很快的用排除法，一个看过去，然后到了那一根，他认为有可能了，他就再仔细观察。我们看到王玉衡在仔细地观察着每一根蜡烛的火苗。我们现场也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提示他啊。蜡烛的火焰是一种气体分子，并且在不断变化。对于挑战者而言，考验的不仅是超强的观察力，更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强记忆力。王玉衡能找出评委们挑选的那根蜡烛吗？这些在我们看来毫无差异的火苗，在他的眼里好像是每一张不一样的脸。看到他靠近我们挑的那个的时候，然后开始紧张了。
蜡烛点燃之后，烛芯一直在抽搐摆动，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当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在200根蜡烛里找出那一根，确实是非常艰难的挑战。还剩下35秒，时间已经不多了。王玉衡现在依旧很镇定，他还在仔细的辨别，进行最后的确认。剩下15秒。10、9、8、7、6、61号，61号，61号。这是什么回事呢？这是什么回事呢？口水都流了，怎么会有这种人？哇！哎，我真的一身冷汗呢。他说61的时候，我觉得这简直……小萨使坏，我们开始选的是59，他还给换了个号。我换号是因为，对不起，我不是不相信各位啊，我是做好所有的一切的防范措施，我怕万一那个送蜡烛的女孩关系好，站在旁边说我是赢。外地富裕，我天，太震撼了。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哦，真的特别特别不可思议。但是你还是有你的方法，是不是？是这样的，这个烛芯就像这个手指头一样，它会有一个基本的形状。这个烛芯你歪的越大，火焰就会越宽。它即便摆动的话，它多少还会留下一些其他的特征。你那个观察的那么厉害，你视力一定很好的啊。没，我其实视力很一般。1年前眼睛受过伤，所以呢有一段时间是失明状态。失明？哪一只眼睛？有一只眼睛，这只眼睛。右眼几乎失明。失明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就只能坐着睡觉嘛。到那种就是连躺下来都成为一种奢望的时候，其实你就知道，你对光明的那种渴望。哦，右眼受伤的话，左眼的视力会更强，他的右脑更会发达，所以他跟常人不太一样。你对这个唯物观察的能力这么强，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运用过？我现在就帮一些公安机关在找犯罪嫌疑人。我刚才就有这个感觉，就感觉好像他跟你是同行似的。他好像跟我在有某些地方是气息相通。所以我只能有2种结论，要么找对，要么找不到。对，我不能错。哦，对。很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3位表态的时间了。是，毫无疑问，能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祝贺你！超强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王玉衡用独特的微观记忆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挑战，让我们惊叹于人类挑战微观察极限的神奇。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迎接王玉衡进入荣誉殿堂。掌声有请我们的下一位挑战者出场。Hello, nice to meet you. Меня зовут Этибар. Мы приехали из Грузии. 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就是它可以把金属的物体，通过某种我们看不见的神秘力量吸附在身上。我们可以在现场给大家稍稍展示一下，来，有请。可以由助手先开始。哇哦2把，3把，哇，4把，5把，哇！我能放一把吗？哦，谢谢，谢谢。别的地方能放吗？这头部不行，只能这儿。哇哦！董卿，你要不上来试一把？董卿老师，来，你试一个。我试试看哈。1、2。哇！这个盘子我们先检查一下它的质料。对，这个盘子好不好？我们应该检查一下。这个是他自己带来的。哦，我觉得我就随手另一个，你先这个是不是铁的？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们可以试试看。评委还是想得周到哎。哎，我在国外也听说过这个人，说他是个词人，所以今天我一定要试试看，他是不是有磁场。李昌钰博士提出对挑战者进行检查，然而金属探测器、指南针、磁场探测器的检查结果都显示挑战者身上没有任何磁性。它并不是一个，比如说磁铁的磁哈，它是别的原因。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的挑战比这要难得多。接下来我们先上挑战道具。哇！挑战者将用他的身体吸起一把铁椅子，然后这把铁椅子将会与一辆1.2吨重的汽车通过钢丝相连。挑战者要拉动汽车走出10米，挑战即为成功。做好准备了吗？ Сейчас должны чуть-чуть готовиться. Нам нужен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Сидел на железке, что. 哇！那您可以选择随便任选一位。他想选您。我的答案是 no problem。来吧。 What are you doing? Sit. Oh my god! 开始，开始。挑战开始。正式挑战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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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开始。我已经忘了说这句话了。哇哦！哇哦！小心方向。 方向，跑远了，跑远！翻译请提醒他。哇！这就是，快好了！哇！最后还有一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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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挑战成功！挑战成功！尽管 ID8完成了挑战，
但是评委们认为，在挑战过程中，ID8存在一定的失误，所以给出了3盏红灯。希望有一天，他可以解开自己的磁力之谜。千禧之星珠宝邀请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精彩内容。锐意前行，皆由我定。挑战不可能由全方位领先7座 SUV 长安福特锐界独家冠名播出。激荡脑力，激发潜能。本节目由核桃乳领导者6个核桃独家特约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感谢北京市丰台区政府北京园博园对本节目的录制提供场地支持。欢迎登录短视频社区美拍、百度贴吧参与节目互动。登录新浪娱乐、腾讯娱乐、凤凰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网易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一点资讯、今日头条，了解节目的最新动态。平凡生命，极致绽放。感谢收看我们的挑战不可能，下周再见。